我叫林浅，是林家从小流落在外的真千金。15岁那年，林家找到我以为终于有家，可他们居然为了假千金林婉儿，把我送进劳教所替她顶罪。我更没想到，林婉儿竟买通了这里的犯人，日夜对我肆意折磨。他们打断了我的腿，用鞭子抽我，用烙铁烫我，最后甚至还联合黑衣挖了我的一个肾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不要！哼，坐了5年牢，你还是这么喜欢装？这就是我的亲哥哥林彦书。我15岁从孤儿院被带回林家，就费尽心思讨好他。哥，你回来了。哥，这个茶能安神，我帮你揉揉头，会好一点。哥，你还没吃饭吧？我做了你爱吃的菜。可他明明不在现场，却为了毫无血缘关系的养妹，亲自作伪证，坐使我杀人未遂。时隔5年，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嘴毒，一如既往的讨厌我。上车！爸妈知道你今天出来，还特意为你准备了接风宴。爸妈，那对夫妻是你和林婉儿的爸妈，不是我，是我的。你闹够了没有？装柔弱装上瘾了是吧？别忘了，5年前是你把顾依林推下楼摔成植物人，还妄图栽赃给婉儿。5年牢检，你仍然不思悔改。我告诉你，顾依林一日不醒，你的罪一日不算完。你还欠婉儿一句道歉。上车，不要让我说第2遍。我说过多少次，顾依林不是我推的，是林婉儿推的。明明我才是林家的真千金，可你们却只相信她的一面之词。劳教待了5年，别的没学会，你的脾气倒是见长了。行，今天放你一马。林浅，你最好识相点，立刻跟我回家。回家？你忘了吗？我只是个孤儿，我没有家。从今往后，桥归桥，路归路，我跟你们林家没有一点关系。浅浅，浅浅，浅浅，恭喜你重获自由，嫁给我好吗？陆晨曾经是我在这世上最温暖的依靠，我们是青梅竹马，从小在孤儿院里一起长大。别的小朋友欺负我，他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，把对方打得鼻青脸肿，然后跟我说，有陆哥哥在，任何人都不能让浅浅受委屈。我要去留洋学法，以后要成为一名律师，谁伤害我的浅浅，我就把谁送进劳教所。可后来也是他，回国后第一桩案就站在林婉儿的辩护席上，一字一句亲手把我送进了劳教所。他保护了伤害我的人，也亲手毁了我。浅浅，婉儿从小到大没受过苦，劳教所里的生活她受不了，你替她顶罪好不好？林婉儿受不了，我就受得了了。就因为我习惯了受苦，就活该替她背黑锅，是吗？总之，婉儿不可能坐牢，对不起了，浅浅。浅浅，你放心，等你出狱之后，我就向你求婚。浅浅，我答应过你的，等你从劳教所里出来，我们就结婚。听说你把林家真千金送进劳教所，因此在荣城一战成名。如今你是荣城的金牌律师，而我只是个劳改犯。陆晨，你真正想要娶的人是我，还是林婉儿？
不是要回家，走吧。与其面对陆晨，我宁愿选择跟林彦书走，至少林彦书从始至终都是厌恶我的。劳教所教会我一个道理：当你无权无势无依无靠时，唯有想方设法降低伤害，才能相对安全地活下去。爸妈这5年一直都很想你，为了你日日以泪洗面，头发都抽白了。回去后收起你的大小姐脾气。我不希望再看到你与婉儿耍心机，做出让爸妈为难的事。只要你安安分分的，林家就不会亏待你。林浅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到没有？根据法律，服刑期间每月可以见1次亲属，5年60个月，我能见60次。你说爸妈想我，那他们为什么1次都没有来？每个月连半小时都抽不出来吗？还不是因为你太难管教。爸妈不去看你，是希望你在里面能够安心改掉一身坏毛病。爸妈也是为了你好。为我好？为我好就是让我替林婉儿顶罪，在劳教所里受尽折磨。这样的好，我承受不起。你还敢把脏水往婉儿身上泼？被你推下楼的玲玲现在还是植物人，在医院里躺着。你倒好，在劳教所里过了5年好日子。林浅，你就不觉得亏心吗？好日子，在劳教所受尽折磨，甚至被割掉了1个肾，这也叫好日子？这样的好日子，我真想让他们也尝尝。今天荣城的名流都会来，回去换身得体的礼服，去宴会厅。时隔5年，还是这么陌生。这栋房子什么都有，唯独没有家的味道。孤儿院的宿舍向阳，晒过的被子很温暖，可回到这里，我只能闻到潮湿的霉味。冬凉夏热的杂物间，这就是我在林家住了3年的卧室。这3年里，我1年4季都穿着这一身校服，后来实在穿不出门，才用假期在纺织厂做工攒下的钱，扯了几尺棉布做了身衣裳。可我穿粗布衣裳被嫌寒酸，穿校服被嫌丢人。在林家人眼里，我穿什么都是错的。哥，你看我新买的衣服怎么样？我用假期在纺织厂做工攒下的钱买的，加上手工费，2块料子，一共花了2块6。你穿的是什么东西？就不能学学婉儿，穿得大方得体一些？赶快脱下来丢掉，别出去丢我们林家的脸。5年前，我考上荣城大学，林家却只给林婉儿办了升学宴，请遍荣城名流。她穿着西洋定制的蕾丝洋装长裙，戴着珍珠项链，众星捧月，而我穿着这身旧校服，被巡警当众铐走。本该属于我的大学时光，却变成了5年牢狱之灾。当初穿着这身校服来到林家，今天就穿着它做个了断。林董林夫人，您对令监女可真是用心啊！这么大的排场，把整个荣城都惊动了。哎呀，我们做父母的当然要把最好的给她。我女儿就是我们手心里的宝，再大的排场都值得。有你们这样的父母，可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对了，我们今天宴会的主角呢？什么时候出来？应该快了吧？这孩子总是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才肯见人。他这是穿的什么啊？女学生的校服？谁知道呢？一股子寒酸气，这穿的多丢林家的人啊！说是接风宴，不如儿是我的耻辱秀。当初他们当着全城的名流把我铐走，如今又要大张旗鼓的庆祝我这个劳改犯回家，这不是欢迎仪式，更像是要将我所有的不堪昭告天下，一丝体面都不想给我留。不是让你换礼服吗？你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？不知道今天是什么场合吗？出狱时
你就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的。现在你又想卖惨博同情，好让人觉得是我们林家亏待了你，你的手段还是一如既往的下作，简直无药可救。赶紧滚回去换衣服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你还敢躲？我没有礼服。没有礼服，难道你不会买吗？我没钱。你在家里的那3年，不愁吃不愁欢，每个月账房都会往你的户头上存50大洋，3年下来1800大洋，这些钱还不够你给自己做几身体面的衣裳吗？你却故意穿得破破烂烂，不就是在告诉外人，是我们林家苛待了你？林浅，做人不能太自私，你闹也闹了，我们该补偿的也补偿了，你差不多得了。我从未收到过账房的1分钱，别说50大洋，连50个同伴都没有。林少帅要冤枉我，也要找个像样点的理由。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林浅，这是你逼我的，别怪我不给你留脸面。去把账房先生叫来。是。给我查查这些年每个月给大小姐的户头上存了多少大洋。少帅问的是大小姐？对，林浅。少帅，若是大小姐的话，就不必查了。什么意思？回大少爷，账房这边从来都没有给大小姐的户头上存过钱。你说什么？我不是交代过了吗？少帅，您不知道吗？夫人说林浅小姐是从孤儿院那种地方出来的，身边也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，突然给她50大洋，怕她学坏。林浅小姐那时候又在读中学，在府里吃穿不着，也没有需要花钱的地方，所以就把这笔钱给免了。哦，对了，夫人还把婉儿小姐每月的零用钱从50大洋提到了100大洋，说是林浅小姐回来了，担心婉儿小姐会伤心，每月多出来的50大洋就当是补偿婉儿小姐的。亲闺女1分不给，养女100大洋，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，难怪她要穿成这副模样来赴宴。就算账房没给你打钱，爸妈总该给过你零用钱吧？林先生和林夫人有没有给我零用钱？林少帅不妨亲自问问他们。毕竟我的话你不相信，你爸妈的话你肯定会相信。爸妈，你们一定给过他零用钱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以为你们会给他，所以我也以为你们会给他，所以浅，你没钱怎么不早说？哎呦，都是妈妈不好，妈妈没有早点发现，才让你受了委屈。但你要相信，妈妈对你和对婉儿绝对是一视同仁的。一视同仁？我今天才知道，吩咐账房不管给我之前的就是你。你还把林婉儿的零用钱提到了每月100大洋，生怕委屈了你的宝贝养女。你不是看不到，你只是不在意。道歉，不过是在外人面前惺惺作态罢了。长了一张嘴你不会说吗？我们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，谁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？你要是早说，我们还能缺了你钱花不成？我说了，只是你们没当回事。谢谢妈妈，这条项链我好喜欢。喜欢就好，妈特意让人从法兰西带回来的。谢谢爸爸送的手表，正好配我上次那条裙子。我女儿戴什么都好看。还有哥哥送的皮包，我同学说羡慕死我了呢。这才哪儿到哪儿，下个月你看上什么，哥再给你买。爸妈，你们能不能给我20大洋交学费？钱，你就知道钱！你回到这个家就是为了要钱来的是吗？如果林家没钱，你是不是就不回来了？真不知道爸妈非要把你接回来干什么。你要是没什么事就多看看书。学校第1次月考，婉儿拿了全校第10名，你第几名？我第一。行了，倒数第1你还好意思拿出来说？哥哥，我这次考了第10名，你有没有奖励啊？婉儿想要什么奖励？我看上了一个皮包，要100大洋，哥哥给我买好不好？好，只要婉儿喜欢，别说100大洋，
就是1万大洋也给你买。你还杵在这干什么？还不回自己房间好好学习？要是浅浅有婉儿1半懂事就好了。林大少可是有想起来，还不是因为你学习太差，考个倒数第1，你好意思要钱，我都不好意思奖励你。中学3年，我的成绩年年蝉联全校第1，怎么到了林大少嘴里就成了年级倒数第1了？也对，林大少连我在哪个学校上学都不知道，不清楚我的学习成绩也是情有可原。你难道不是在荣城女子中学上学？爸妈，林浅回来后，你们有没有把她的学籍迁过来？这些，我以为你们帮他签了。浅浅，中学3年，你到底在哪儿上的？荣城一中。荣城一中，那可是荣城最好的中学，全市最顶级的天才才进得去，光有钱根本进不去，只看成绩。听说去年有人砸了几万大洋，想给儿子买名额，校长当场就把支票撕了，说别玷污了荣城一中的校门。能在荣城一中读书的，都是天才中的天才；能在一中考全校第1的，那简直是天才里的天花板。不说荣城大学抢着要，西洋的名校都得排队来挖。如果我女儿有这么优秀，做梦都要笑醒了。这林家千金要不是出了那档子事儿，现在怕是已经从荣城大学毕业了。可惜，可惜。不可能，你撒谎！荣城一中在城南郊外，离府上足足30多里地，你骑那个破自行车，你怎么可能？对，我宁愿自行车也不和林婉儿坐轿车一起上学，因为我们2个人根本就不在一个学校。我从来不和你们一起用早餐，因为荣州一中6点上早课，我凌晨4点就要起床骑行2个小时赶去学校。我中午从来都不回家吃饭，因为中午放学的那段时间根本不够我从学校骑到家。我没钱吃饭，就只能多喝水支撑到晚上放学。可我好不容易回到家，你们却早就吃过了，我只能吃剩菜剩饭，还要被你们说天生贱命，热乎饭不吃专吃剩下，吃剩饭还吃得狼吞虎咽，像饿死鬼投胎。浅浅，对不起，妈妈不知道你受了那么多的苦，都是妈妈不好。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，你从来就没把我当女儿，现在也不必装心疼。毕竟这些是我从小就习惯了，就算再苦一点你也无所谓。我说的对吗，林夫人？浅浅，算妈妈求你，你比婉儿坚强，比婉儿能吃苦。你在孤儿院那种地方都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，妈妈相信你到了劳教所也一样会习惯的。你就替婉儿顶罪吧，好不好啊，浅浅？够了！你少在这里阴阳怪气。我们之前忽略你是我们疏忽，但你自己难道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？你嫉妒婉儿比你过得好，你就故意欺负婉儿，用这样的方式报复我们。你自己心里恶暗，不招人喜欢，你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倒是先怪起我们了。叶叔，别这么说你妹妹。你看，妈到现在都还在护着你，你就是仗着我们欠你的，才越发无法无天。我们送你进劳教所，你心怀怨恨，就在宾客面前闹成这样。你这点小心思，难道我会看不出来？林夫人，你说呢？到底是谁把顾依林推下楼的？林晏殊不知道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那就请林夫人告诉大家，5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5年前的那个楼梯间是有佣人在场的吧？行了，都少说2句。浅浅，你回家怎么不提前说一声？早知道你回来，我和你妈也好给你准备礼服。你们不知道我今天出狱？当然不知道，要是知道，爸爸就让司机去接你了。浅浅，你是怎么回来的？我是坐林少帅的车子回来的，因为林少帅说你们为我准备了接风宴。接风宴？今天不是林家小姐林婉儿的生日宴吗？是呀，我收到的邀请函上也写的是林家小姐林婉儿的生日宴，什么时候成她出狱的接风宴了？让我们给一个劳改犯接风，没搞错吧？小丑竟是我自己，原来你们只记得今天是林婉儿的生日，哪里又会想得起今天也是我出狱的日？你
么样？撞得疼不疼？有没有受伤？哪儿疼？跟哥哥说。爸妈，哥哥，我好疼。婉儿哪儿疼？是不是刚才林浅把你撞伤了？林浅，你走路不长眼睛吗？林少帅还真是张嘴就来，明明是他自己撞上来的，你却不分青红皂白冤枉我。怎么，冤枉我成习惯了，不需要任何成本是吗？你在场几十双眼睛看着呢，到底是我不长眼，还是林大少你自己不长眼？林大少，确实是林婉儿撞的他，我们大家都看到了。就算婉儿撞了你，那也是不小心的，你难道不会短开吗？你分明是故意的。故意？我有必要故意把自己摔成这样吗？怎么会？我有必要故意把自己摔成这样吗？我把自己弄得满身伤痕，就为了得到林少帅一顿臭骂，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浅浅，你受伤了，疼不疼？姐姐，对不起，哥哥特意给我从西洋定制的礼服，不知道为什么是坏的，所以才一时心急撞到了你。你不要再生哥哥的气了，好不好？哥哥也是因为担心我，所以才误会了姐姐。我可以代替哥哥给姐姐道歉。在林家的3年间，我每一次被欺负，林婉儿都摆出这副受害人的样子，把林家人骗得团团转。5年过去，她倒是一点都没变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哥哥担心你，就可以随意诬陷我，是吗？不是这样的，姐姐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误解我？浅浅，你真的误会婉儿了。婉儿向来懂事儿，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。今天是婉儿生日，你快点给婉儿道歉。说声生日快乐，这事儿就接过去了。我给她道歉，我误会她了。林夫人，我到底有没有误会她？你真的不清楚吗？用不用我提醒你一下？5年前……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你还是和5年前一样，在我和林婉儿之间义无反顾地选择林婉儿。你舍不得林婉儿受半分委屈，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在劳教所里受尽了苦，你却当作一点也没看见。受苦？你只是去劳教所改造的，怎么会受苦？对啊，你最在里面吃得好住得好，不用工作不用上学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反倒是婉儿，因为你犯下的错，天天替你去看望琳琳，陪在琳琳床边。婉儿是善良，天天去医院看琳琳，回来眼睛都是肿的。你呢？你在里面5年，可曾有一丝一毫的悔改？早知道你不知感恩，当初就不该把你接回来。姐姐，我知道你恨我，可琳琳是无辜的，我替你去照顾她，只是想帮你减轻一点罪孽。原来我在劳教所受苦，他们却以为我在过好日子。你怎么不说话？你不是挺能说的吗？你在里面吃香的喝辣的，婉儿在外面替你受罪，你还有脸在这指责她？你放开我！你对我这是什么态度？怎么会？倩倩，你怎么在劳教所里受了这么多苦？这身上怎么伤成了这样？怎么受的苦？你问问你的宝贝女儿啊，这些全是拜林婉儿所赐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样冤枉我？我没有，你就算不喜欢我，也不能把这种事再遭到我头上啊！就因为你觉得我抢了你的位置，你就要弄坏哥哥给我订的礼服来报复我吗？林浅，你够了！婉儿从小善良单纯，连只蚂蚁都舍不得踩，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事？你自己在劳教所里得罪了人，受了伤，反倒怪起婉儿来了。是啊，浅浅，婉儿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性子最清楚不过，你可不能把这种脏事往她身上推啊！你恨我们偏疼婉儿，心里有怨气，我们理解，但你也不能这样血口喷人。林浅，赶紧跟婉儿道个歉，这事就这么过去了。你们要我向林婉儿这个罪魁祸首道歉？姐姐，
我知道你讨厌我，可我真的没有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们一家人可真是恶心透了。哼！解释？解释什么？你还好意思问？婉儿的礼服是怎么回事？所以，你们又想把黑锅扣到我头上？林少帅认为是我故意损坏了你妹妹的礼服，难道不是吗？整个过程就只有你上过我的车，也只有你有机会接触到礼服。姐姐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讨厌我就冲我来，这是哥哥给我的礼服，你怎么能……浅浅，妈知道你心中有怨，所以才做出这种事。今天这事儿就算了，但以后你可不能再这样了啊！林少帅，您车里当时可还坐着司机？礼服到底是谁弄坏的？把司机叫过来，当面问清楚不就知道了？为了证明我的清白，我现在就要见那个司机。姐姐，就不用叫司机过来了吧？宾客都在，浅浅你就不要再闹了。浅浅，你先去把伤口处理干净，这事就到此为止了。又想让我背黑锅是吧？既然你们都说是我做的，为什么不敢把司机叫过来？你们为什么不敢？你们在怕什么？对呀。你们到底怕什么？我来告诉你们，林少帅拿到礼服的时候是完好无损的，车上的司机可以证明我从头到尾没碰过他。那到底是谁弄坏的呢？你们心里都清楚吧？所以你们不敢叫司机过来对质，一旦对质，这口黑锅就不能扣在我头上，我也就不能再替某人顶罪了。5年前是这样，5年后还是这样。浅浅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妈妈解释，你和婉儿都是妈妈的女儿，我又怎么舍得？够了，随便你怎么说。从今以后，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我和你们林家再无瓜葛。浅浅，我相信不是你做的。除了这身衣服，我也没什么好带走的了。大小姐，你真的回来了。吴妈，大小姐，你要走？大小姐，你要走我不拦着，不过你的伤我还是先帮你处理一下吧。只是小伤，我早就习惯了。大小姐还一口东西都没吃吧？我现在就去给你做一碗面，等吃完再走吧。不了，今早离开这儿也好尽快找个落脚的地方。吴妈，我要走了。大小姐，你拿着在路上用，一个人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。不用，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没有钱，总不能住桥洞，多危险。吴妈，吴妈，我要走了。我问你，我下车后，林前有没有动过后座的礼服手提袋？回少帅，没有。确实，林浅从头到尾连看都没看那个袋子一眼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记忆中，林浅是很爱笑的，每次我回家，他都会笑脸相迎。哥哥回来了。可如今，他怎么就像变了一个人？吴妈，不用送了，你快回去吧。大小姐，你路上要注意安全。大小姐，你路上要注意安全。林浅，你要去哪儿？大
少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林浅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聋了？我叫你站住，你没听见吗？是，我确实聋了。入狱的第1年，我的左耳就被打聋了，不是面对面说话，我根本听不清。放开我！你有完没完？今天是婉儿的生日，你在夜会厅闹还不够，现在又要离家出走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走，跟我回去。我不回去，放开我！大少爷，您轻点儿，大小姐身上还有伤呢。我就算死在外面，也不会留在林家。回不回去？我就是轻轻踢了你一下，你别装可怜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我错了，饶了我！大小姐，你到底怎么了？疼，我好疼。我都没用力，你怎么会疼？怎么会这样？明明入狱时还好好的，5年，怎么就……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带我去他房间。浅浅，就住在这儿。吴妈，你是怎么做事的？浅浅是我亲妹妹，谁允许你让她住在这种地方的？大少爷，当初是您让大小姐住进来的，您忘了？我什么时候？家里房间多的是，你自己挑一间吧。哥，这间可以吗？这间我要做成书房，你换一间。这间呢？这间婉儿要当画室，你不能住。那阁楼？你是我林家的人，要是被外人知道你住在阁楼里，不是让人笑话我们林家吗？家里没有别的房间了？有是有，不过就只剩下一个杂物间了。那就把杂物间收拾出来，先让他住进去。大少爷，杂物间太潮湿了，要不还是把大小姐送到我那屋去吧。不用，通知锦绣，让他来我房间一趟。是，大少爷总归还是关心大小姐的。以往总是把大小姐扔在一边不管不顾，今天终于有哥哥样了。那间杂物间连个干净的床都没有，林府的佣人都有自己独立的卧房，可我亲妹妹在里面一住就是整整8年。我说林大少，你是有多妹控？婉儿病了，你不让她在自己房间好好歇着，非要把她折腾到你屋里来，怎么是她？我不给劳改犯看病。锦绣，她是我妹妹，别叫她劳改犯。她是你妹妹，那婉儿呢？她只是跟你有血缘关系，婉儿才是和你一起长大的亲人。顾家大小姐都被她害成了植物人了，而她只是在劳改所改造了5年，出来照样能当林家千金。可谁给顾依林一次醒过来的机会？她毕竟是我亲妹妹，那我管不着。她这种心思歹毒的女人，治好了也是祸害别人。锦绣，你就帮她检查一下身体，尤其是右腿。检查可以，但别指望我给她治。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为她这么费心，她这种人就应该自生自灭。她的腿以前就这样吗？怎么可能？在家的那3年，她的腿一直都好好的。林浅这腿上的伤，恐怕是在劳教所里落下的，像是被人用钝器硬生生打断的，骨头断了没人接，才扭曲成这个样子。被人打断，他们怎么敢的？锦绣，浅浅的腿还能恢复吗？她的腿伤至少3年了，现在治太晚了。秦副官，帮我查查林浅在劳教所那5年都经历了什么，要事无巨细。是，少帅。
少帅，大小姐的生日宴就要开始了，您快点过去吧。婉儿生日快乐！谢谢大家。我又没错，何必折磨自己？真是疯了。少帅，什么事？少帅，你让我查的事儿都查到了。说，怎么？那个少帅，您要做好心理准备。说吧。林浅小姐进劳教所后，几乎每天都在挨打，鞭子抽、烙铁烫、棍子打，都是家常便饭。他们还扇耳光，逼他喝洗脚水，不许他睡觉，逼他下跪磕头，受胯下之辱。不听话就用针扎他。林浅小姐被打得最严重的一次，是那些犯人打折了6根成人手臂粗的木棒，把她的腿打断，直接送进了医院。少帅，我还查到，是有人让那些犯人特意关照林浅小姐，而且打人的犯人后来全部减刑了。1年前，林浅小姐又进了一次医院，但那次为什么进医院，我没查到。因为从打得挺严重后，劳教所就给他换了单人间，他再也没挨过打。谁？是顾少帅，顾北辰。竟然是顾依林的哥哥，林婉儿指腹为婚的未婚夫，确切的说，应该是林浅的未婚夫，毕竟他才是林家真正的千金。少帅，传我的命令，终止与顾氏商行的一切生意往来。少帅，这么做，咱们林氏商行自己也会伤筋动骨吧？照我说的办。还有。劳教所里那几个欺负过浅浅的，我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，少帅。我错了，我有罪，不要打我。林浅虽然有错，但是法律已经判了他5年，他实在不该被人这般肆意欺凌。谁？深更半夜的，什么事儿？老爷，出大事了！顾家那边来人传话。说少帅突然终止了和顾家所有的生意合作，就这1夜的功夫，顾家损失了好几万大洋。顾家大少爷顾北辰连夜打电话来府上，说要讨个说法，您快去接电话吧。深更半夜的，出什么事了？林彦书那个混账，居然擅自终止了和顾家所有的生意往来。不可能，彦书怎么会？怎么不可能？北辰都亲自打电话来要说法了。老林，你好好跟他说，别动手。林彦书，你给我滚起来！你为什么擅自解除？浅浅，你怎么睡在你哥哥床上？哥哥林彦书，他不是最讨厌我吗？之前在林家的那3年，林婉儿可以随意进出他的卧室，而我从来都不被允许踏足半步。可现在为什么让我进他的房间，躺在他的床上？你哥呢？麻烦让一让。我是你爸，你对长辈就是这个态度，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。也不知谁惯的你这一身臭毛病。老林，你干嘛对女儿这么凶？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那你问他，不在自己屋里睡，跑到他哥床上做什么？20多岁的人了，回来第1天就整幺蛾子，就算是亲哥，也不能大半夜跑人床上吧？我凶他是为他好，我怎么不凶婉儿？婉儿做不出这种龌龊事。谁知道他怀着什么心思？没准儿……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你们林家人从来都不喜欢我，但我没想到，原来我在你眼里竟然如此不堪。林彦书是我的亲哥哥，我能怀什么心思？能说出这种话的人才是真的龌龊。你怎么跟你爸说话的？说完了吗？说完请让让。
我要出去。浅浅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？你快告诉你爸，你哥哥到底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老林，你疯了！今天不说清楚，别想走出这个门！我真的不知道林少帅在哪儿。你与其问我，不如再到处找找。对，我们去书房看看。哼！李叶舒，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！你说，为什么突然终止和顾家的合作？顾家是我们重要的盟友，况且北辰和婉儿还有婚约，你这么做有没有考虑过家业？有没有考虑过婉儿的感受？他顾北辰指使人欺负浅浅的时候，考虑过这些。你这是什么话？顾北辰唆使牢里的犯人殴打浅浅，逼他下跪，还扇他耳光，还用针扎他。知道浅浅的腿为什么瘸了吗？因为他的腿被人打断了。不可能！看看吧，这是秦副官查到的资料。这些是劳教所里给浅浅看过的伤情记录，同监犯人的画押口供，每一页都写得明明白白。浅浅在里面过的是什么日子？晏殊，你还是太冲动了。难道要我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妹妹被虐打无动于衷？你这是伤敌1000，自损800，终止两家合作，对我们林家没有任何好处。因为你的一个决定，我们林家损失了好几万大洋。顾家那边怎么说？他说可以重新合作，但他要求林浅小姐明天亲自去医院，给他妹妹顾依林磕头赔罪。姐姐，这么晚了，你站在哥哥书房门口做什么？林婉儿，我还什么都没做呢，你演的也太敷衍了。姐姐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怎么听不懂？姐姐，你不要用这么怨恨的眼神看着我好吗？我害怕。你要对婉儿做什么？这就是我的家人，只要林婉儿稍微表现出一点点委屈，我就会成为众矢之的。你磕到了，疼不疼？不疼。刚才你都听到了。不该是这样的，浅浅怎么一点感激的样子都没有？浅浅，我胃疼。要是没有别的事，我先回去了。不该是这样的，明明他从前那么在意我，我胃痛时，他边哭边给我找药，恨不得替我承受这一切。哥，你是不是又胃疼了？药在哪儿？我去拿。哥，你忍一下，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。哥，药来了，你快吃，吃了就不疼了。如今怎么就不在意了？林浅，浅浅，我胃疼。林少帅胃疼，该叫的是大夫，而不是我。林浅，你给我滚回来！马上给你哥哥拿药。以前你哥哥胃疼，你都会照顾的。这次你怎么可以冷眼旁观？都是血肉亲情，何至于闹成这样？姐姐，我知道你在劳教所里关了5年，心里有怨气，可你也不能拿哥哥的身体开玩笑啊！你不是最清楚哥哥吃哪种药最管用吗？原来我的付出你们不是看不到，而是看到了也根本不在意，不稀罕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收回。从今往后，你们林家是死是活，是好是坏，跟我林浅没有半点关系。你们对我没有感情正好，我对你们也早就恶心透了。倩倩不是这样的，你是妈10月怀胎日盼夜盼才生下的女儿，妈怎么会不在意你呢？我们怎么就生了你这个没良心的逆女？早知你不服管教，心思歹毒，嫉妒心强，处处针对婉儿，欺负婉儿，当初就不该把你找回来，免得你把家里闹得乌烟瘴气。别这么说，女儿。不是说对这个家没有感情吗？那你还回来做什么？你一个坐了5年牢的劳改犯，是整个林家的污点，谁允许你回来的？你现在大可以立刻离开，没有人会拦你。爸爸，姐姐怨我也是应该的，是我占了姐姐林家千金的位置，也是我享受了本不该属于我的家人宠爱。只要姐姐开心，不管让我承受什么，我都愿意。
姐姐，我可以走，只希望你不要再惹爸妈生气了，也不要对哥哥见死不救，好吗？你不在家的这些年，我们的日子过得别提多幸福。你一回来就对着我们摆脸色，搞得像我们欠了你一样。你记住，就冲我和你妈生了你，我们这辈子就不欠你的。说完了，我要走了。你说什么？好，我现在就离开林家。从今天起，我与林家断绝关系。林先生、林夫人放心，我以后绝不会纠缠你们。小姐，去哪儿？师傅，去荣城火车站，要多少钱？去荣城火车站，那可远了。白天的话1块大洋就够了，可这大半夜的得3块大洋，您能接受吗？我就是死在外面，都不会再回来了。荣城往南城开的列车开始检票了。只要检完票，一旦登上火车，林家人就再也找不到我了。林一书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儿？放开我！不，我不要回去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我不认识这个人，他是人贩子！求求你们救救我！这位先生，人家姑娘喊救命呢。她是我妹妹，跟家里闹脾气要离家出走，家务事不劳你费心。这人穿的人模人样的，确实不像人贩子。我不是他妹妹，他骗人！救命啊！这姑娘哭得这么惨，可那男人看着也不像是坏人啊。我妹妹是跟家里闹了些矛盾，要离家出走，你们确定要管？我不是他妹妹，我不是。妈妈救我！你想干什么？不许你带走他！这是我们的家事，你别多管闲事。什么家事？我只听到我女儿在喊救命。看你长得人模狗样，原来是人贩子！人贩子就该打！打他！闺女别哭了，不愿意跟你哥哥走，那咱就不走。你知道他不是人贩子？就凭他身上那套衣服，怎么会是人贩子呢？还有他手上戴的表是洋货，没个几千块大洋下不来。哪个人贩子敢这样打扮？那你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愿意。就算他是你的亲哥哥，也没有权利限制你。如果你的家人只带给你痛苦，那他们便不是你的家人。如果他们真的爱你，怎么会自己穿的人模狗样，却让你穿得破破烂烂，饿得皮包骨肉？阿姨相信你一定是受了天大的委屈，才不顾一切的想逃。阿姨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快逃，逃得越远越好，永远都不要被伤害过你的人找到。林彦书既然能找到火车站，就肯定能查到我买了去南城的票。南城是不能去了，现在只要能离开荣城，捡垃圾也好，乞讨也罢，我一定要离开林家。林浅，林浅，这一次我一定可以成功逃离。彦书，你这个妹妹可真不让人省心。回家。舍得行了。怎么，想跳车？车门上了锁，
你就别费力气了。林彦舒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能操控我的人生很了不起？你有本事就天天看着我，不然我能逃一次就能逃第二次。你敢！我早就一无所有了，还有什么不敢的？他居然厌恶我，他怎么敢厌恶我？我为了他连顾家都得罪了，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林浅，你若再敢逃，我就辞掉吴妈。你辞你自己家的佣人，关我什么事？是吗？那我不仅要辞掉吴妈，还要把她女儿从学堂开除。吴妈的女儿当年为了给我送准考证摔断了右手，我欠她母女太多，要是因为我的事连累他们，比杀了我还难受。听说吴妈的女儿书念得很好，常年拿奖助学金，这要是被学堂开除，叶叔疼不疼？你竟敢打我！叶叔，别掐了，再掐就把他掐死了。死了正好，死也别憋死我车上，我先晦气。你给我听好了，这是你最后一次忤逆我，下次再敢这样，吴妈和她女儿的下场会比你想的更惨。浅浅，你这孩子怎么就那么倔？你爸说的都是气话，你怎么就当真了呢？下次可不能再这样了，你都不知道妈有多担心。姐姐，你真的吓死我们了。林浅，你给我站住！妈和婉儿关心你，你感受不到吗？林夫人和林大小姐这是刚从宴席上下来，还是刚梳妆打扮好准备出门？我离家出走这一宿，你们倒是一点没耽误。行了，再怎么样，妈和婉儿也是担心你，闹了一晚上也累了，赶紧吃早饭。浅浅，一会儿车夫会送你去荣城第一人民医院，只要让北辰感受到你的诚意，相信他绝不会为难你，还会继续和我们林家合作。果然，叫我回来是让我讨好顾家。哑巴了！先吃饭，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大少爷，家里的饭一直都是做4人份的。所以什么？你是眼瞎没看到我亲妹妹回来了吗？还是说你看到了，却故意不做我妹妹那一份？你被开除了。少爷，小姐。吴妈，再去做一份。哎，姐姐，要不你吃我这份吧。浅浅，你看你妹妹多关心你，你还不快点谢谢你妹妹？谢她什么？谢她霸占了我的人生，还是谢她挑拨离间、栽赃陷害我？或者谢她带给我的5年牢狱之灾？只不过吃了她一份早餐，你们就要求我向她道谢？我在这个家的3年，一口早餐和午餐都吃不上，晚上回来不仅要吃你们的剩菜剩饭，还要被你们言语羞辱。你们全家是不是应该先给我道歉啊？都是过去的事了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能放下呢？伤害在我身上，你告诉我过去了，凭什么？凭我是你爸，你就得听话。林浅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以为回到了家就可以为所欲为。这个家多你不多，少你不少，你对我们心存怨恨，大可以立刻就滚。我从来没说过这个家欢迎你回来。这个家是我愿意回的吗？昨天晚上才发生的事，林先生这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了。明明是想利用我和顾家恢复合作，却说的好像是我死皮赖脸赖在这个家。怎么，你们就那么清高，我就活该被你们贬低的一文不值？住口！
林浅，你疯了！你们凭什么这么对我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要被你们这样对待？浅浅，你冷静一点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何至于闹成这个样子？你这个不孝女，还敢在这里撒野！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简直就是林家的耻辱！姐姐，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浅浅，刚才还好端端的，这会儿是怎么了？哼，我还不了解他，别的本事没有，装模作样最擅长。够了！浅浅都昏倒了，你们还在这说风凉话，我都怀疑浅浅到底是不是你们亲生的。大小姐，你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大小姐怎么了？是不是我弄疼你了？五妈，我没事，只是太饿了。大小姐想吃什么？清汤面。好，我这就去做。浅浅，清汤面，你快尝尝。我自己来。妈做的面怎么样？你做的？是呀，连婉儿都不曾吃过妈亲手做的面，你是第一个。有话直说，你没必要跟我兜圈子。浅浅，妈是真心对你好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下芥蒂？要怎么做你才能接受我？浅浅，生气归生气，但你不能对林家的生意坐视不理。如果林家不再和顾家合作，损失会越来越大。你是林家人，理应为林家出一份力。出去。什么？要么你出去，要么我出去。短短5年，你这孩子怎么变得这么不可理喻？你在外面逍遥快活，5年对你来说当然短，而我在劳教所里不是挨打就是挨骂。这5年本该由林婉儿承受，是你为了包庇她害我坐牢，一辈子留下污点，这就是你所谓的真心。那我求你，还是别真心对我了，我受不起。你不可理喻。对，我不可理喻。你以后都别理我才好。林浅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林家的生意，因为你1天之内又损失了好几万大洋。林家1天不和顾家合作，损失1天就不会停止。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爸，我们出去再说。哼！吴妈今天怎么没来？听说她女儿出了点事，学堂那边好像打算开除她呢。林浅，你若再敢逃，我就辞掉吴妈，是吗？那我不仅要辞掉吴妈，还要把她女儿从学堂开除。说吴妈的女儿书念得很好，常年拿奖助学金。是不是你做的？什么是不是我做的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吴妈的女儿沈曼被学校开除，是不是你指使人做的？林彦书，我警告你，不准动吴妈和沈曼，不然你要怎样？我会跟你同归于尽。我是你大哥，你就这个态度？大少爷，求求你抱抱我！妈妈被学校开除了，我实在没办法了，才来求您。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含辛茹苦养大，眼看着就要毕业了，这时候要是被开除，她这一辈子就毁了。求求您，动用林家的关系救救她吧！吴妈不知道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林彦书。帮他，帮你也不是不行，不过得看我这妹妹的意思。大少爷答应了，自然会帮你。你先回去吧。谢谢大少爷。
还挺懂事。放心，只要你去给顾依林道歉，只要取得顾北辰的原谅，吴妈的女儿自然没事。我开车送你。不用，我自己会叫车。我开车快。看着你，我犯恶心。林浅，你别太过分！顾依林，我是林浅，你那么讨厌我，应该能听出我的声音吧？我听说有一部分植物人是有意识的，不知道现在的你有没有意识呢？如果有的话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？你知道吗？所有人都认为是我害了你，可我是无辜的，这一点没有人比你更清楚。你昏迷了5年，而我替林婉儿坐了5年牢，你都不知道坐牢有多痛苦。他们用针扎我，用棍子打我，还挖了我1颗肾。这些都是你哥为了给你报仇，特意让人关照我的。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你笑起来那么灿烂，像个公主。那时候我多羡慕你啊！你有疼爱你的家人，有富足的生活，还有那么多朋友。而我明明回到了林家，却感觉自己始终是个局外人。现在还成了人人唾弃的劳改犯。可明明伤害你的是林婉儿，不是我。顾依林，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。我先回去了，有时间我再来看你。顾少帅，顾少帅，我已经顾小姐说清楚了，我可以走了吗？说清楚，你父亲可是答应我，要你给我妹妹跪地磕头，直到磕到我满意为止。 5年前的事不是我做的，我已经在劳教所关了5年，该还的早就还清了。顾少帅，我没有义务再跪。没有义务？我妹妹躺在那里5年，她做错了什么？你以为在劳教所关了5年就够了？那你要我怎样？我根本就不欠顾依林的。始作俑者明明就是林婉儿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让她还？林婉儿，你有什么证据？5年前法院判的是你，认罪的是你，坐牢的是你，现在你跟我说是林婉儿。反正我说什么你们都不会相信，随便吧。我不管你和林婉儿之间有什么恩怨，我只知道我妹妹因为你躺了5年，你要么跪，要么……吴妈的女儿是叫沈曼吧？你以为你只答应林彦书过来就行了？沈曼的血迹，我一句话就能让她消失。我没有时间跟你耗，跪还是不跪？好，我跪。我有罪，我向顾小姐磕头认错，求顾少帅放过我。现在可以了吧？北辰，这次理化竞赛，你最大的对手是荣城一中的新学生林浅，那个女娃绝对是天赋型的。我的天赋绝对不比她差。今年又是林浅第一啊！有林浅在，顾北辰都只有第2。你这么拼命参加竞赛，是想让上头的人注意到你？不是啊，竞赛第1名有奖金拿，我只是为了钱。我的梦想其实是做一名教书先生，教导学生，看着他们成才，就实现我的价值了。你那么有天赋，不继续做学问可惜了。你呢？你那么有天赋，不做学问也真是太可惜了。你可以滚了。丽莲，我就这么轻易的放过他，你会不会生哥哥的气？你还知道回来？我还以为你又离家出走了呢。晏殊，怎么跟你妹妹说话呢？浅浅别跟你哥哥一般见识，快过来吃饭。不用了，你们吃吧。
晚上不吃饭怎么行？对胃不好。你多少吃点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是不太习惯吃剩饭。姐姐，我们等了你好久，只是见你一直没有回来，以为你在外面吃过了，所以我们才开饭的。我们也是才吃，你就别赌气了，快来坐吧。是呀是呀，芊芊你多少吃点，今晚做的都是你最爱吃的。林浅，爸妈和婉儿都很担心你，你这么晚回来，我们都没怪你，你别不识好歹，马上停止你的无理取闹，要吃就滚过来坐下，别总是摆出一副全家都欠你的样子。总共6菜1汤，全部都快光盘了。林婉儿，你告诉我，这是才吃？尊贵的林夫人，你让我怎么吃？舔盘子吗？芊芊，你说都是我爱吃的，那你告诉我，我爱吃什么？说不出来是吧？那我告诉你，我命苦，从不挑食，只要能填饱肚子的我都能吃下去，只有过敏的东西我不吃。不巧，桌子上6道菜，大闸蟹、大虾、菠萝鸡块，我全都吃不了。你不是说你爸你妈关心我吗？这就是你口中的关心？又能使我过敏的食物敷衍我，还要说是我最爱吃的，这份关心给你，你要不要？你这个逆女，简直放肆！我和你妈生了你，还成你的仇人了？是我让你们生我的吗？如果生下我就是为了给我带来苦难，我宁愿你们没有生我。爸妈是因为爱你才生下你的，真的，你要相信我们。爱我，我就站在你们面前，脑袋上缠着纱布，你们却看不到，一句关心都没有，只会指责我。从我进门到现在有10分钟了吧？这10分钟里，谁问过我额头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你们是真的看不到，还是装作看不到？亦或者看到了，却根本不在乎？林夫人，我都被你们害成残废了，你却跟我说你爱我，好意思吗你？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可你们的爱在哪里？芊芊，你的头怎么了？姐姐，你受伤了。怪不得一进来你就一直阴阳怪气，原来是想要用苦肉计引起我们的注意。林浅，收起你的小心机，这样只会让人厌烦。芊芊，是这样吗？你这孩子怎么可以拿受伤吓唬我们？哼，真是狗改不了吃屎。随便你们怎么想。你给我站住！我倒要看看你的头是真的受伤了，还是装柔弱装上瘾了啊！我就说你是装。芊芊，你的额头到底是怎么弄的？姐姐，你没事吧？这下你们满意了？哼，不过是一点小伤，又死不了人，何必大惊小怪的？芊芊，你先冷静，你爸不是那个意思，他其实是觉得你伤得不重，他是在关心你。关心我，好一个关心我！林先生、林夫人，我多谢你们的关心。看着你，我犯恶心。林浅，你别太过分！当时走的时候他还好好的，怎么回来就这样了？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不行，浅浅是我亲妹妹，就算曾经犯过错，也不是什么人都能随意欺负的。吴妈，浅浅怎么样了？她额头的伤，你找人给她处理。是。你把我的卧室收拾出来给浅浅住，杂物间就不要再住了。好嘞，少帅，我这就去收拾。大小姐这些天也确实受苦了，是该换个好点的地方住。林浅，你以为你回来就能抢走我的东西？告诉你，这个家从来就没有你的位置。你识相的话就自己滚出去，别逼我动手。林婉儿，你是什么人，我早就看清了，不用你赶，这个家我1天都不会多待。不过就这么让你走也太便宜你了，你这才出来几天就想跑，我还没玩够呢，总得让你再受点教训，才不枉我费了这么多心思。
姐姐，你为什么要推我？你把婉儿推下楼梯，是想也让婉儿被摔成植物人吗？5年前你就心思歹毒，残害顾依林，在劳教所关了5年还死性不改，还要故技重施，简直丧心病狂！你给我跪下，向婉儿磕头道歉！别人不清楚，林先生还不清楚吗？林婉儿把顾依林推下楼的时候，你可就站在旁边眼睁睁看着。怎么，谎话说多了，连你自己都当真了？住口！戳中林先生痛处了。5年前，林婉儿把顾依林推下楼栽赃给我，5年后，她自己又自导自演摔下楼，还要栽赃给我。你明明知道她的恶毒，却还要冤枉我。你不是瞎，你只是视而不见。有时候我真的怀疑，我到底是你的亲生女儿，还是你的仇人？你为了一个养女，昧着良心迫害我。林婉儿不会是你和小三生的孩子吧？要不然你怎么那么宝贝？这个逆女！今天我要不好好教训你，我就不是你老子！先生别打了，大小姐身上本就有伤，您再打下去会把小姐打坏的。小姐别怕，我妈！大小姐，我没事，别哭。给我让开！今天谁也别想拦我教训这个不孝女！林志远，你再动吴妈一下，我要你的命！混账东西还敢威胁我！看我不打死你！杀了他！我要杀了他！我的人生已经被毁得没有未来了。出狱时，我只想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过完后半生，可林家人不肯放过我。好啊，那不如去死！林浅，你拿着刀想干什么？你是不是疯了？疯了！我是疯了，被你们逼疯的！林浅，你来真的？是真的又怎么样？反正我也不想活了，那大家都别活了，一起死吧！林浅，你这是在犯罪！我都不想活了，还怕犯罪吗？浅浅，把刀放下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？一家人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好好说。我想好好说的时候，你们不给我机会；我不想好好说了，你们又道德绑架我，我活该被你们一家欺负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浅浅，你听妈解释，你有什么苦你跟妈说，妈一定用心听。晚了，林夫人，我什么都不想说。看在你生了我一回的份上，我不对你动手。但林志远和林婉今天必须死。浅浅，不要这样，杀人是要偿命的，你还这么年轻，一定会后悔的。妈求你把刀放下好不好？我后悔。我最后悔的就是回到这个家。林夫人，你告诉我，你们对我所做的一切可曾有过一丝后悔？浅浅，不是这样的。那是哪样？说不出来。看来我说的都是对的，那就一起毁灭吧！婉儿，快跑，去找你哥哥！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浅浅，你清醒一点，我是你妈啊！不是，是我生了你。浅浅，听妈的话，不要再闹了，好不好？生了我，仗着对我有生恩就来要挟我，那我把你生我的恩情还给你好了。生而不养，割发可还；生而养之，断头可还；非生而养，永世难还。林夫人，你对我的生恩，也就只值这一把头发。从今往后，你我母女恩断义绝。我再不是林家的人，你也不再是我的母亲。哥哥，你看林浅疯了，他要杀我们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浅浅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林夫人，你的生恩我还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不欠林家分毫。林浅，你到底在闹什么？你以为剪几根头发就能断得了血缘？你是我林家的人，这辈子都是。林少帅，从今往后，桥归桥，路归路，我林浅与林家再无瓜葛。林浅，你给我站住！让他滚！剪了头发就不是我林家的种了。他爱去哪儿去哪儿，死了都别回来！浅浅，
大少爷，快把大小姐送去医院！哼，送什么医院？把她丢到外面自生自灭！像她这样不知感恩的东西，死了也活该！你又发什么疯？要不是你非要打钱钱，她又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打她的时候也没见你拦着啊！姑妈，钱钱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大小姐被先生打了。我爸为什么打她？婉儿小姐说，大小姐把她推下了楼梯，先生气急了，拿皮带抽了大小姐一顿。大少爷，我觉得这事儿不像大小姐做的，明知道家里有人，她何苦自找罪受？婉儿小姐毫发无伤，大小姐却满身给青紫。大少爷，你们对大小姐的成见实在……姑妈，你话多了。锦绣，我妹妹怎么样了？都是皮外伤，看着吓人，不算严重。那就好。可你这表情，怎么回事？有话直说，别吞吞吐吐的。处理伤口时，我发现她后腰有旧伤。有话直说。晏殊，林浅左边的肾缺失了。据我观察，那伤疤应该有1年了。锦绣，你别开玩笑，1年前他在劳教所，怎么可能会左肾缺失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自己来看吧。怎么会？晏殊，你没事吧？少帅，我还查到，是有人让那些犯人特意关照林浅小姐，而且打人的犯人后来全部减刑了。1年前，林浅小姐又进了一次医院，但那次为什么进医院，我没查到。因为从打得挺严重后，劳教所就给她换了单人间，她再也没挨过打了。秦副官，把1年前林浅就医的资料全部深挖一遍。是。二小姐，这是给大小姐准备的。吴妈，记住你自己的身份，你只是我林家的佣人，不是林家的主人。二小姐，大小姐受了伤，这碗燕窝还是给她补补身体吧。怎么，就她配补身体，我不配是不是？二小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大小姐现在身体很虚弱，家里只剩下这一碗燕窝了，我想拿去给她补充营养。你的意思还是说我不配？我在自己家吃点燕窝怎么了？还需要你一个佣人指手画脚？你就是见我不是爸妈的亲生女儿，看不起我。吵吵闹闹的像什么样子？婉儿怎么了？怎么哭了？妈，吴妈她看不起我，她居然说我不是爸妈的女儿，不配吃燕窝。你敢这么跟我女儿说话？夫人，我从头到尾都没说过二小姐不配吃燕窝，我只说这燕窝要送去医院给大小姐补身体。吴妈，你的意思是婉儿在冤枉你喽？哼，吴妈，我看你是岁数大了，老糊涂了，分不清主次了。婉儿才是我林家正经八百的千金大小姐。至于林浅，那个孽畜毫无教养，昨天晚上都要拿刀杀我了。他也配吃燕窝这种名贵的东西？他这样的人，只配蹲一辈子劳管所。你刚才在笑什么？说啊！哥哥，我没笑。晏殊，你疯了！你吓到你妹妹了！妈，你的眼里是不是只有婉儿？浅浅难道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吗？她昨天晚上被你逼得割发断义，你就一点都不心疼？我当然心疼。既然心疼，为什么在明知道婉儿不爱吃燕窝的情况下，宁愿把燕窝给她，也不拿去给浅浅？浅浅瘦成那个样子，妈，你真的看不到？你真的不知道谁更需要补身体？你知不知道，浅浅失去的不仅仅是一缕头发，还有，妈，浅浅才是你亲生的，
你就当可怜可怜他，对他好点，不行吗？够了，越来越没大没小，有你这么跟你妈说话的吗？这造了什么孽？生了林浅这种品德败坏的孽障。他割头发，没人逼他。要我看，他连头发都不配留在林家。当年我妈生下浅浅的时候，千叮咛万嘱咐让你看好她，结果你却睡着了，浅浅这才被人偷走。如果浅浅没丢，她从小会接受良好的教养，绝对不会比婉儿差。她出生就被偷，是她活该；她在孤儿院长大，是她活该；她堂堂豪门千金活得像个丧家犬，也是她活该。你这逆子！浅浅一定非常后悔当年回到了这个家。吴妈，去给浅浅送饭。浅浅想吃什么，尽管买给她。谁敢跟浅浅抢，我不介意剁了她的手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吴妈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刚才林彦书威胁的话，明显是针对我说的。早知道他就站在门外看着，我就不抢燕窝了，真是得不偿失。妈，我想跟你一起去医院看姐姐。浅浅对你有误解，你还是留在家里吧。自从林浅那个贱人回到家，哥哥对他的态度就变了。刚才居然为了他凶我。爸，你一定要帮我好好教训他，不然等他抢走了妈和哥哥的心，就要骑到我头上了。放心，那个小贱种翻不出浪花。爸，你是不是想到对付他的办法了？再过几天，北城傅家要来海城竞标东郊那块地，如果傅家铁了心要拿下，就算我们林家和顾家联手，也不一定是他们的对手。要想在那块地上分一杯羹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联姻。爸，你不会是想让林浅嫁到傅家去吧？让她嫁进京城顶级豪门，这不是惩罚她，是奖励她。我不同意。哈哈哈哈哈！傻丫头，我怎么可能让那个小贱种爬到你头上？据说傅家那位太子爷那方面不行，性格残暴，手段狠辣，最喜欢调教女人来满足自己那些见不得人的癖好。爸，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？可千万别让哥哥察觉了，他现在一门心思护着他，要是知道了，准得跟你大闹一场。哼，我自有安排。这几日你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别露了马脚。我知道了，我就等着看林浅那个贱人被傅家太子爷折磨的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浅浅，你一定饿了吧？妈给你。你不是我妈。不管你承不承认我是你妈，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。不是生而不养，割发可还，所以你不是。浅浅，你就那么恨妈吗？到底要妈怎么做你才能接纳妈？浅浅，先把饭吃了好不好？吃了饭你要怎么跟妈生气都可以。林夫人，我没有要跟你生气，你的深恩我还了，从此以后我们就是陌生人。好好，生气，你没跟我生气，你先吃饭，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。出去。浅浅，看着你，我吃不下。你都选了。夫人，您还没走。你先回去。夫人，要不咱们还是先回去吧，大小姐累了。怎么？我看自己的女儿，还需要你一个佣人同意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还不走？
坐那边。我知道你要对我说什么。如果你想取得我的原谅，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我有一个要求，只要你能做到，我就原谅你。芊芊，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只要能取得你的原谅，你让妈做什么都可以。是吗？芊芊，相信妈好吗？这一次，妈一定不会再让你失望了。好啊，只要你把林婉儿从家里赶出去，和她断绝收养关系，我就原谅你。芊芊，婉儿，她毕竟在咱们家这么多年了，我和你爸一直把她当亲生女儿看待，这突然要赶她走，还断绝关系，外面的人该怎么嚼舌根？而且她也没犯什么大错，这让我……如果她真没犯大错，林夫人，你为什么不肯让佣人出来指证，就是林婉儿推的人？林夫人，你就别再给自己找借口了。你并不在乎外人怎么说林家，毕竟5年前的升学宴上，警察当着全荣城名流的面把我铐走的时候，你从没在乎过林家的名声。说到底，你就是偏心，承认吧。林婉儿在你心里是块宝，而我在你心里就是棵草。芊芊，芊芊别这么说，再给妈一次机会好不好？除了让婉儿离开，你让妈做什么，妈都会去做。芊芊，妈知道让你受了很多委屈，但是妈是爱你的，只是不太会表达而已。不太会表达？林婉儿的房间是林家最大最好的，她每个月有100大洋零用钱，过生日穿的礼服从头到脚都是定制，随便喝杯咖啡都要几块大洋。你对林婉儿的爱表达的那么浓烈，怎么到了我这里就变成不太会表达了？林夫人说这话自己不觉得可笑吗？芊芊，好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林婉儿可以继续留在林家，只要林夫人3步一叩头登上法华寺999级台阶，为我求来慈安大师开光的平安符，我便原谅你，如何？芊芊，能不能再换一个要求？林夫人，你又想取得我的原谅，又一而再的跟我讨价还价，你当这是菜市场呢？芊芊，妈不是不愿意，是妈年纪大了，真的爬不了山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我提什么样的要求你能行？你到底是不是真心想补偿我？我看你是来看我笑话的。不是的，芊芊，你相信妈，在最后给妈一次机会。机会我已经给你了，是你自己不珍惜。你所谓的母爱，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。芊芊，最后一次，真的是最后一次了。你说你到底要什么？不管你要什么，妈都会给你的，真的。好，林夫人，既然你这么执着，我就再信你一次。但这是最后一次，你若再办不到，往后余生，咱们桥归桥，路归路。你说，林家养了林远儿23年，在她身上花了不止几十万大洋吧？芊芊，你是想要钱？我想要的你给不了，你所能给我的除了钱也没有别的了。我不需要你给我几十万大洋，我只要10万。如果你能做到，之前的事一笔勾销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回去吧，我累了。好，我走。
等拿到那10万大洋，我就立刻送吴妈和沈曼出国。曼曼在国外念书，吴妈正好照顾她。只要送走了他们母女，林叶舒就再也拿捏不了。到时候我想离开林家，谁也拦不住。就算他们不放我走，大不了同归于尽，钱都留给他们。我的命已经够苦了，不能再连累关心我的人。倩倩，妈说了，只要是你提的要求，妈拼尽全力要做到。这里面是10万大洋，你拿了之后，咱们冰释前嫌，再也不许计较过去的事儿了。志远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就说账房怎么无端少了10万大洋，原来是被你拿走了。你给他钱怎么不提前跟我商量？也没多少钱，就10万大洋。这些年亏欠了钱钱，给他些钱也是应该的。10万大洋，他配吗？干啥啥不行，只会给林家丢人现眼。但凡他有婉儿1分懂事，这10万给了也就给了。可他屡教不改，还差点拿刀砍我。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，绝不能便宜了他这种白眼狼。想要钱，也不是不可以。只要你肯联姻，稳固林氏在荣城的地位，这10万我可以作为嫁妆给你。如果你不肯，那你1毛钱都别想拿到。你对钱钱那么凶做什么？只要把这10万给他，他就对过去的事既往不咎，以后我们还是一家人。你干什么非要和女儿对着干？不是我要和他对着干。是他根本没把我们当一家人。他敢对我动1次刀，就敢动第2次。你真放心让他这样一颗定时炸弹留在家里？与其留着他，不如赶紧把他嫁出去联姻，还能促进和北城傅家的合作。可是，北城傅家要和咱们争东郊那块地，咱们没有胜算。用林浅联姻换来2家合作，是最好的结果。你不愿意牺牲他，那就牺牲婉儿。你舍得把婉儿嫁到北城去？当然舍不得。婉儿虽不是我亲生的，却是我一把屎一把尿长大的心肝宝贝。我怎么舍得让宝贝女儿远嫁，在婆家受委屈没人撑腰？我万万没想到，亲生父亲竟能狠心到把我当商品随意摆弄。前2天还在哭求我原谅的母亲，一遇到林婉儿的事，转头就把我这个亲生女儿给卖了。不行，我必须拿到那10万。曼曼出国需要钱，联姻就联姻吧，傅家再差也不会比林家更差了。拿了钱送走吴妈和曼曼，我就自由了。督军，东郊那片地我去看过了，地势开阔，紧邻码头，若是建成货场和商行，日后必定兴旺。只是盯着这块地的不止咱们，荣城几大家族都想要，头一个就是林家，他们放出话来，愿意把女儿嫁过来联姻。您看，那督军还有别的交代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先去处理公务了。去吧。抱歉，先生，还有烟吗？能不能给我一根？谢谢。不会抽烟还抽，戒烟消愁。我亲生父母要把我嫁出去联姻，卖给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。哪家？
城富家。你不愿意？愿意，怎么不愿意？嫁过去能拿10万大洋，有了钱，我就能把该送走的人送走，该还的债还清。至于我自己，嫁给谁都一样。谢谢你的眼。林家的千金，堂堂林家的大小姐，怎么会瘦成这个样子？难道林家在虐待亲生女儿？姐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姐姐，我说错什么了吗？别装。行了，既然回来了，我就直说了。之前在医院里跟你说的那些，你自己有没有考虑清楚？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总在家里待着不是办法。我和你妈商量过了，北城富家是京城数1数2的豪门，你嫁过去就是去享福。虽然你品行低劣，但到底是我们亲生的，嫁妆自然不会少了你的。原来林志远说有办法与北城富家合作，是这个意思。浅浅，我和你爸都很舍不得你，但女大不中留。趁着年轻还能挑好的，年纪再大些就都是别人挑剩下的了。北城富家是顶顶好的世家，比咱们林家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如果真这么好，还轮得到他？他们不过是想要用他联姻巩固林家的地位罢了。爸妈，你们要把浅浅嫁给富家那位督军，你们知不知道他？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晏殊，不许胡说。我没有胡说，富家那位督军不好相处，而且他……住口！浅浅都不认识那位督军，他是不会同意的。我同意。北辰哥哥，你受伤了，吴妈，快拿医药箱来。北辰哥哥，我来给你包扎。你就那么迫不及待离开这个家，嫁到北城富家做富太太？林浅，你怎么那么物质？对，我就是想嫁过去做我的富太太。你有命嫁过去，怕是没命享福。我不同意。你爸你妈同意，我也同意，你凭什么不同意？凭我是你哥！我可从来都没承认过。林浅，你别以为嫁入富家是好事。富家那位太子爷是什么样的人，你清楚吗？他声名在外，风流成性，身边的女人换了一个又一个。你嫁过去能有什么好日子？那又如何？总好过在这个家被你们当成眼中钉、肉中刺。晏殊，够了，这是家里已经定下的事，由不得你胡闹。北辰哥哥，你先待会儿，我去看看我爸妈和哥哥。就这么迫不及待的嫁人？与你无关。与我无关？林浅，把我妹妹害成那样，你就想一走了之？你问过我同不同意吗？林浅，你别傻了，富家不是你能待的地方，那位太子爷也不是你能招惹的。不能招惹他，难道能招惹你？你觉得我会允许你嫁给别的男人？我要嫁给谁，不关你的事。不关我的事？你说的可真轻松。我妹妹一日不醒，你的命一日都属于我顾家。你说关不关我的事？林浅，我说不许，就是不许。
妈，你们明知道傅家那位太子爷名声不好，为什么还要让浅浅嫁过去联姻？再怎么说她都是你们的亲生女儿，再不喜欢也不能害她呀！混账！什么害她？以她的身份，若是能和傅家那位结婚，是她的福气。爸，浅浅的身体在劳教所那5年就被折磨垮了，你让她嫁给一个暴力狂，是嫌她的命太长了吗？她不嫁过去，难道你想让婉儿嫁过去？可是，没有可是。再过几天拍卖会就开始了，北城傅家对东郊那块地势在必得，一旦东郊那块地落到傅家手里，我们林氏在荣城的地位就会被一点点蚕食掉。林氏和顾氏都不是傅氏的对手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和傅氏合作，联姻就是最好的办法。晏叔啊，我们也不想这样，可我们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啊！这几日，我一想到浅浅要去受那份苦，觉都睡不好。我是他亲妈，对他的爱一点都不比你这个做哥哥的少。傅家那位名声虽差，但家世是顶好的，传言也未必可信。爸妈，我愿意代替姐姐嫁给傅家太子爷。只要能为林家出力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我本就不是爸妈的亲生女儿，早在姐姐回来的时候，我就该走了。可那个时候我还小，我太爱爸妈和哥哥了，才一直舍不得离开。现在我长大了，也能为林家出一份力了，我愿意为了家族联姻。爸妈妈，我嫁人后，你们会不会就不认我了？傻孩子，你在说什么傻话？在妈心里，你永远是我的亲生女儿。妈怎么忍心让你嫁给那样的人？咱们不嫁。婉儿这么懂事，被我们捧在手心养了20多年，你真就忍心让她去联姻？爸，我没关系的，只要能帮到咱们家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浅浅比你能吃苦，如果你们之间真的要选一个人去的话，就让他去吧。婉儿别难过了，你和北辰有婚约，肯定不能让你去和傅家联姻，你就安心做北辰的未婚妻，等东郊的事情稳定下来，我和你爸就去和顾家商量你们的婚事。倩，大小姐没吃饭吧？快来吃碗面。吴妈，谢谢你，多亏有你，我才能在这个家活下去。大小姐，不如你今天晚上偷偷溜走吧。吴妈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可我不能走。什么？难道大小姐还舍不得这个家吗？或许嫁到傅家也没什么不好。吴妈，再等等，等我嫁到傅家，拿到那10万大洋嫁妆，我就把你和曼曼送出国。你们是我的软肋，只有你们脱离了林家掌控，我才能毫无顾忌。有事儿？浅浅，你快试试，这是妈特意给你挑选的衣裳。林夫人有事说事，没必要献殷勤。浅浅，我们母女非要闹得这么僵吗？妈只是想送你一件衣裳，尽一尽做妈的责任。你难道连这样一个机会都不给妈吗？早不尽责，晚不尽责，现在你想起尽责了。先不说晚不晚，你想跟我表演母女情深的戏码，能不能用点心？
与其送我衣裳，不如直接给我钱。我有了钱，自己想买什么买什么，而不是你想给我买什么我就必须接受什么。衣裳只有在宴会上才能穿，你明摆着是有求于我，何必用尽责的借口来凸显自己人品的高大上？说吧，是不是今晚有宴会？这场宴会有富家太子爷，所以你们才需要我穿的体面些出面。芊芊，不是这样的，你怎么能这样想妈？哦，如此说来，还是我误会你了。既然不是为了把我介绍给富家太子爷，那这衣裳我也没必要穿。你拿走，我不喜欢，你还是给我钱吧。芊芊，今天晚上海城有一场拍卖会，届时富家太子爷会出席，妈给你准备衣裳，也是希望你能亲眼看看你未来的丈夫。林夫人真是有心了。芊芊若是不喜欢，妈再重新给你挑一件。我身上的伤还没好，你确定要我穿成这样出席？是妈疏忽了，妈跟你道歉。道歉就不用了，你给我钱吧，我自己去买。你买的不合身。这里面有500块大洋，你先拿着，若是不够，再跟妈要。真的不能修复吗？先生，您这件衣裳的料子太名贵了，这个洞又是被烟头烫出来的，想修复得和原来一模一样，得需要非常专业的师傅才行。完了，我们督军今晚要参加一场特别重要的宴会，这衣裳是特意为这次宴会量身定制的，现在回北城修复也来不及了。先生实在对不住，我们修复不了，要不您再去别家问问。整个荣城有名的西服店我都问遍了。真的不能修复了吗？只要能在天黑之前修好，花多少钱都行。刺绣可以吗？刺绣？你会什么刺绣？水平怎么样？苏绣，水平应该还过得去吧。我的苏绣技术是在劳教所里学的，当时我在劳教所绣出来的绣品是劳教所里最好的，可出来后怎么样，我也不清楚。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行，但这件被烫了个窟窿的衣裳，穿去宴会肯定是不行的。请问有绣线吗？这简直太漂亮了！这哪里是修补，分明是锦上添花呀！满意就好。太感谢你了，你帮了大忙。多少钱？你尽管要。不用了，举手之劳而已，就当积点德。最近烦心事太多，全当给自己换换运气。那真是谢谢，太谢谢你了。时间不早了，也该去拍卖会了。拍卖会都开始这么久了，林浅那个混账怎么还没来？这孩子怎么这么没轻没重？不是告诉他今晚的宴会很重要吗？要我看，那个混账就是故意的。我本以为富家督军是个凶狠丑陋的男人，没想到竟如此出众。若是传言有假，岂不是让林浅白白捡了个大便宜？
麻烦你把这杯酒交给他。看你这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就跟8辈子没吃过好东西似的，真丢人。林婉儿，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你最好离我远点，不然信不信我把蛋糕拍在你脸上，到时你说是我丢人还是你丢人？贱人，你也就现在还能得意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把话说清楚。你刚才喝的果汁被我加了料，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。小贱人，你最近不是很得意吗？不是要嫁给富家督军傅实业吗？我倒要看看，等会儿你在众人面前脱得精光，他还愿不愿意要你这个荡妇？我要让你在海城名流面前身败名裂，让所有人都看到你下贱的模样。不行，我必须马上离开。姐姐，爸妈在那边，我们一起过去吧。浅浅来了，快过来，妈给你介绍副督军。混账！林浅，你去哪里？督军，看够了吗？怎么是她？你认识？她就是那位在您西装上绣牡丹的姑娘。你这逆女，看我不打死你这个没教养的东西！爸，您先冷静，我相信姐姐一定不是故意的。害得你一身脏污，在众人面前丢脸，她就是见不得你好，想要用伤害你的方式报复我们林家。林浅，你给我跪下！我为什么要跪？明明是林婉儿在宴会上给我下药，想要害我身败名裂。你们不去质问她，反倒来怪我。姐姐，你推倒我，害我在众人面前丢脸，我可以不计较，可是你不可以血口喷人啊！你还敢狡辩？婉儿向来乖巧懂事，岂会做出这等下作之事？今天你若不给婉儿道歉，我就好好教教你什么是规矩。浅浅，你就服个软，认个错吧，一家人别闹得这么僵。浅浅，你昨晚确实太过分了，赶紧给婉儿道歉。我看谁敢让她道歉。副督军，您怎么来了？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。我未婚妻被人下了药，你们不查真相，反倒逼她下跪道歉。督军，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婉儿怎么可能？我说她被人下了药，难道你们觉得我在骗你们？这怎么敢呢？至于下药的是谁，我相信你们心里比我清楚。是，督军放心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浅浅，那爸妈就先回去了。原来我的未婚夫竟然就是我在楼梯间戒烟的那个男人，不过他好像没有传闻中那么可怕。督军，我查过了，林小姐在家里的日子不好过。林家那位养女处处针对她，亲生父母和哥哥也都偏心养女。之前拍卖会上被下药的事，
也是那位养女干的。还有，5年前林家养女把顾家大小姐推下楼，摔成了植物人，却嫁祸给林小姐。林家上下合所作伪证，把林小姐送进了劳教所。她在里面关了整整5年，吃了不少苦头。这刚出来没几天，又被他们这样欺负。知道了，传令下去，跟林家的合作，该停的停，该断的断。至于联姻的好处，让他们别想了。是。他被自己的家人伤成这样，怕是不敢再相信任何人了。不能急，得慢慢来了。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慌什么？林浅，傅师爷不是好相处的，你最好不要嫁给他。与你无关。顾北辰心里果然还是只有林浅那个贱人。顾少帅，你妹妹有醒过来的迹象，您快去看看。顾依琳要醒了，不行，绝对不能让她醒过来。她要是醒了，当年的事就瞒不住了。我妹妹怎么样了？我们观察到您妹妹的手指会时不时轻微弯曲，而且有脑电波活动，这说明她是有意识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说话她能听到。琳琳，能听到哥哥说话吗？你终于有反应了，你不知道这5年哥哥有多担心你。告诉哥哥，是不是林浅把你害成这样的？真的是林浅？不是哥哥，不是林浅，我有好多话想对你说，可是我睁不开眼，说不出话。李婶儿，你说孙媳妇就在这个医院吧？李特助说石业对我孙媳妇有意思，哎呦，我真的高兴的一晚上都睡不着啊！石业这棵铁树可算开花了，我倒要看看是哪家的姑娘能让我那冷冰冰的大孙子动了心。老夫人，您慢点走，人跑不了。李特助说的没错，大少爷这次是真上心了，您见了保准喜欢。那我更得快点了，这么多年头一回，可不能让人家姑娘等久。孙媳妇，哎呦，老夫人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走路的？不长眼睛吗？是你先撞的我，怎么倒打一耙？小姑娘，说话要讲道理。讲道理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本小姐讲道理？不要命了？敢得罪我？算了，今天本小姐有急事，不跟你们这2个老东西计较。你留下来，好好教训教训他们，让他们知道得罪我林婉儿的下场。是，大小姐放心。死老太婆，敢得罪我家大小姐，你们找死！我不会让你伤害她的。奶奶，你没事吧？奶奶没事，孩子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嘿，你敢再动一下试试？多管闲事的老东西，连我们林家的事也敢管！我今天就是把你们打死打残，也没人敢说什么。大小姐，还不快滚！林浅再不受宠，也是林家大小姐，真闹大了，吃亏的还是我。奶奶，您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老婆子我硬朗着呢。老夫人，您还记得南城我救下的那个女孩吗？记得，
怎么了？那个女孩就是她。什么？大小姐不好了，顾依林醒了，我看见林婉儿走进去了。林婉儿，松手！你给我松手！李婶儿，快把这个疯女人拉开！顾依林，顾依林，医生，我妈快叫医生！林浅，你在对琳琳做什么？顾白琛，你听我解释，是林婉儿。浅浅，你怎么变成了这样？你还是当初那个单纯善良的你吗？你把当初的那个人还给我好不好？不是我！我们都看到你还敢狡辩，要不是你，琳琳脖子上的掐痕是哪来的？琳琳才恢复意识，你就迫不及待要掐死她，杀人灭口是吗？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是林婉儿，是她掐的顾一鸣。你还是如5年前一般，死性不改。5年前你把琳琳推下楼，栽赃给婉儿；5年后你又要掐死琳琳，陷害给婉儿。同样的招数用2次，你是把我们当成傻子？你们不分青红皂白就胡乱指责，明明是那个女人要掐死床上的病人。是啊，是啊。不是我，是林浅掐的琳琳。快叫医生！再不叫医生，病人就真的没救了。如果这一切都是林婉儿提前预谋好的，我一定不能坐以待毙。顾依林绝对不能死。奶奶，放开我！我要救顾依林。林浅，你刚刚就想害死琳琳，现在还要当着我们的面对她下毒手，你怎么就变得这么坏？简直就是个满肚子坏水的毒妇！如果你依旧执迷不悟，等待你的将不再是5年牢狱这么简单。以顾家的实力，可以让你牢底宗穿。到时，即便你我是青梅竹马，我也再不会顾念这一份情分。姐姐，你就算不喜欢琳琳，也不能要她的命啊！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像个疯婆子一样，你还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？滚开！都给我滚开！林浅，你疯了！滚！再敢靠近，我连你们一起杀！大小姐，你想做什么就尽管去做，我永远支持你。一定要醒过来，不能死！我已经依你改造了5年，你还要我依你的死被判死刑吗？林浅，别以为你这一套假惺惺的急救就能洗清你对琳琳犯下的罪行。浅浅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闭嘴！林浅，离我妹妹远点儿！顾依林醒了，我马上就能洗脱罪名。现在该害怕的不是我，而是林婉儿。医生，你赶紧给我妹妹检查一下。
林大小姐，你走什么？难道不想亲眼见证你最好的朋友安然无恙吗？婉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脸色这么差？我突然不太舒服。既然不舒服，那我带你去看医生。站住！这里就有现成的医生，你带着他出去还要排队挂号，多麻烦。恭喜顾少帅，您妹妹也算是因祸得福，被掐脖子时激发了她强大的求生欲，在濒死的刺激下提前苏醒。不过也多亏抢救及时，不然顾小姐就要窒息而亡了。林浅，你还有何话说？顾少帅这话不该问我，该问的是林婉。还有，忘了告诉你，顾依林是我抢救过来的，因为没有人比我更希望她活着。顾少帅，您去找医生的这段时间，一直是我家大小姐在拼命抢救您妹妹。您若不信，可以问林少帅和陆律师。事到如今，你们还觉得是我要掐死顾一鸣？我既然要掐死他，就不会不顾一切的救他。伤害顾一鸣的一直都是林婉儿，也就你们这3个蠢货才会被他耍得团团转。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你们别听他乱说。顾一鸣，我是林浅，你还认识我吗？顾一鸣，你别哭了，先把话说清楚。林浅，琳琳都被你吓哭了，你还敢说不是你？你还要欺负琳琳到什么时候？你不要得寸进尺！林彦舒，你给我闭嘴！你们也给我闭嘴！你们没有资格对我说教，更没有资格限制我要做的事。顾一鸣，5年前林家为林婉儿举办升学宴那天，是我把你推下楼梯的吗？什么？什么？如果林浅真的没有做过伤害琳琳的事，那这5年我对林浅疯狂的报复又算什么？顾依林，告诉他们，当年推你下楼的到底是谁？是林婉儿。那天把我推下楼的就是林婉儿。那天我跟她发生了争执，我不同意她嫁给我哥，她就把我推下楼去。后来我在病床上躺了5年，可你们说的每一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。今天试图掐死我的也是林婉儿。哥，你一直护着她，可真正害我的人，从头到尾都是她。完了。林婉儿，你骗了我5年。北辰哥哥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不是故意，你把我妹妹推下楼不是故意，你掐她脖子灭口不是故意，你让林浅替你在劳教所改造了5年也不是故意。我真是瞎了眼才会相信你。婉儿，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，你不是这样的人。我为了你，亲手把我亲妹妹送进劳教所，我为了你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她，我为了你，我他妈就是个蠢货！浅浅，哥对不起你，哥错了。
林浅，对不起。妈，你竟然知道，你一直都知道是婉儿做的。我知道，是我太泥卖婉儿了，我怕她在劳教所里坐牢受苦，我就不让林浅替她去了。你怎么能这样？浅浅可是你亲生女儿啊！行了，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浅浅也出来了，这件事儿就这么结束吧。结束？你女儿今天还想要我妹妹的命，你跟我说结束？要不是林浅冲进来救人，玲玲现在已经被他掐死了。不是的，我没想掐死他，我就是怕他醒来，我不知道会这样，而且要不是我掐他，他也不会这么快醒过来。北辰，你妹妹今天也算是因祸得福了。我活了大半辈子，真是没见过你们这样的一家子。亲生女儿含冤入狱5年，你们不闻不问；养女作恶多端，你们百般包庇。当年她推人下楼，你们让她姐姐顶罪；如今她要杀人灭口，你们还想糊弄过去就完事儿了？你们一个个的配做人父母吗？傅老夫人，您怎么在这儿？什么？她竟然是傅家老夫人！完了，这下我得罪了北城傅家，真的要完了。我怎么在这儿？我要是不在这儿，还不知道你们林家养出来的好女儿竟是个杀人未遂的恶毒胚子。刚才在走廊上撞了我不说，还骂我老东西，说我不长眼，还叫司机打死我。这就是你们林家的教养。老夫人，我错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是您，求您饶了我。饶了你？你推人下楼，要掐死顾小姐灭口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饶了她？你诬陷你姐姐坐牢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饶了她？你要跪的不是我，是替你在劳教所改造了5年的林浅，还有被你害得躺了5年的顾一鸣。姐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原谅我，求求你。林婉儿，我等这一天等了5年，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能抹掉那5年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会原谅你，这辈子、下辈子都不会。我傅家从今往后绝不会与你们林家有任何合作，哪怕荣城只剩你们一家，我也不会多看一眼。报警，让警察来评评理，看看这家人都干了些什么好事。你想阻拦？谁是林婉儿？林婉儿，你涉嫌故意杀人未遂、栽赃陷害，跟我们走一趟。不要，爸妈，救我！林婉儿，你也尝尝坐牢的滋味吧。傅老太太，谢谢你。林浅，好孩子，这些年你受苦了。天，终于亮了。哭了。我被下药，是你送我来的医院。介绍一下，我叫傅实业，你的未婚夫。原来你真的是傅实业。不过傅老夫人说你们傅家已经不会再和林家合作了，我们的婚约也应该不作数了吧？怎么不作数？丫头，我看上的不是你们林家，我看上的是你这个人。什么合作不合作的，跟我孙媳妇有什么关系？只要我喜欢你，你得嫁到我们傅家来。我活了20多年，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。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利用价值，只是因为我这个人。傻孩子，哭什么？
哎呀，李婶儿，咱们是不是该回去了？我约了张太太喝茶，差点忘了。对，老夫人是该走了，再不去可就要迟了。丫头，让石爷送你回去吧。算了，林家你还是别回去了，要不以后就直接住在我们家。好，那就好。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结婚是2个人的事，你孝顺，不想违背老太太的话。如果你不想我，谁说我不想？可是我这样，我的人生早就被我搞砸了，我不想连累你。那可不一定，最精彩的往往在最后。你觉得我还能重新开始吗？为什么不能？只要你想，随时都可以。谢谢。真想谢我？不是要道谢吗？是。听说你会刺绣？你怎么知？这不是我绣的吗？牡丹，你绣得不错。我有一幅绣品，绣工华丽，乃是苏绣中的精品。只可惜绣娘并没有把它全部完成。你若能补全，就当对我的谢礼了。我可以试试。那件绣品在我家，我带你去看看。这不是我在劳教所绣的吗？之所以没有收尾，是因为不等绣完我就出狱了。先生，这幅绣品您是怎么得到的？拍卖会上拍的。冒昧问一下，这幅绣品花了多少钱拍下来的？2万大洋。没想到我的绣品居然值2万美洋。这是我在劳教所里绣的另外一幅松鹤延年，居然也在他这里。这幅松鹤延年是我去年花3万大洋拍下来送给奶奶的生辰礼，我奶奶很喜欢，因此今年我才又拍和同一位绣娘的作品。这些都是我绣的，在劳教所里。难怪最后1年他们突然不打我了，原来是我的手能绣出值这么多钱的东西。你这双手价值千金。在林家，他们嫌我穿的寒酸，嫌我上不了台面。在劳教所里，那些人把我当牲畜一样打骂。可我今天才知道，我的手竟然价值千金。谢谢你，是你让我觉得自己还有用。这幅国色天香，我会继续完成的。给我一些时间，我一定绣好。不过，傅先生，我能不能先预支10万大洋？我有用处，我想送2个人出国，他们对我很重要。以前我什么都没有，谁也帮不了。现在我的绣品能值这么多钱，我终于可以靠自己了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你就在这里好好养伤，有时间把这幅绣品完成，钱我一会儿给你。谢谢，这下我终于能靠自己送吴妈和她女儿出国了。都怪你！要不是你们林家人一直不把她当成自家人，浅浅又怎么会这样？你以为自己是什么好东西？我们林家是没有善待浅浅，可她也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在林家生活了3年。而你呢？你可是让人在劳教所里虐待浅浅的罪魁祸首。浅浅那一身伤，都是你造成的。我没有，我这么喜欢林浅，怎么可能舍得让她在劳教所受折磨？敢做不敢当，你
算什么男人？我说了我没有。你们疯了吗？你不是从小和浅浅一起长大吗？浅浅却越发冰冷。你为什么要亲手把她送进劳教所？为什么？闭嘴！闭嘴！你他的！林浅，浅浅，你回来了。哥错了，哥真的知道错了。林浅，对不起，我让开。浅浅，你到底要怎样才能原谅我们？原谅？你们也配？如果当初我没有偏听偏信，没有把你当成外人，如果我能在林婉儿和你之间多信你一分，是不是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？如果我当年肯听你解释一句，如果我在劳教所里能多问一句，如果我早点去查真相，而不是只想着报复，你是不是就不会受那么多苦？如果我当初没有站在法庭对面，如果我没有替婉儿辩护，是不是你就不会恨我？大小姐，你回来了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吴妈，这些年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早就不在了。大小姐，你别这么说。这是……拿着，带曼曼出国读书，让她念最好的学堂，过最好的日子。不行不行，这太多了，大小姐你……吴妈，这是我靠自己的手艺赚的，干干净净的。你和曼曼对我那么好，这是我唯一能报答你们的。大小姐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去吧，照顾好曼曼，去过你们想要的生活。浅浅，妈错了，你原谅妈好不好？行了，人都回来了，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。回头我去跟副督军说说，咱们两家的合作还得继续。过去的事，让它过去。你们知道我在劳教所里过的什么日子？刚进去第一天，我就被摁在地上扇耳光，我被打得嘴角裂开，耳朵听不见。半个月听不清声音。后来，他们逼我跪在地上喝洗脚水，还用烧红的烙铁烫我的背，一下一下烫到皮肉焦烂。我疼得昏过去，他们就用冷水泼洗，接着烫。
怎么会这样呢？芊芊，我真的不知道你竟然在里面受了这么多的苦。我的腿是被硬生生打断的，我在里面生病发烧，没有人给我治。可我唯一去的一次医院，你们猜怎么着？竟然是为了挖我的肾！芊芊，怎么会这样？你没了一颗肾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秦副官，我之前让你查芊芊的肾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少帅，大小姐被挖肾，是林婉儿小姐派人做的。那颗肾现在在林婉儿小姐身体里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林婉儿拿走了我的一切，她把顾依林推下楼梯的事栽赃给我，让我替她在劳教所改造了5年。这还不够，她连我身体里的一颗肾都不放过，也要拿走。现在我出来了，她还想掐死顾依林灭口，继续让我背黑锅。她做了这么多事，你们每一个人都帮过她。林夫人，你买通了下人。林先生，你眼睁睁看着他推人下楼，还帮他作伪证。林少帅，你在法庭上指认我，陆律师，你是他的辩护律师。顾少帅，你买通劳教所里的人，把我往死里整。你们说这笔账我该怎么算？我会再把林婉儿告上法庭，谋杀未遂，栽赃陷害，非法摘取他人器官，一桩桩一件件，我都要跟他算清楚。他从我这里拿走，我要他加倍还回来。还有你们所犯下的罪，一个也别逃。老林，我们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芊芊是我们的亲骨肉，我们怎么能这样对她？我以为我只是我亲手把我妹妹送进了劳教所，我帮着外人把我亲妹妹送进了那种地方，我他妈还是人吗？要是我该死！是我害他断了腿，是我害他丢了肾。芊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牡丹绣得跟真的一样，我站在这儿看了半天，还以为能到花香呢。这幅可是浅绣坊的镇店之宝，听说绣了整整半年。去年在拍卖会上，有人出5万大洋都没卖，5万都不卖？那是，浅绣坊的绣品现在是一尺难求，想订还得排队，排到明年去了。小姐，顾家又来人了，说要订一副屏风，出价8万大洋。不接，让他们排号。是。
那不是顾家少帅吗？怎么在这儿干苦力？听说是在赎罪。这几年，他们几个把家产都捐了，办孤儿院、修桥铺路，天天做善事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慢些喝汤。谢谢太太，您真是好人。倩倩，娘对不起你。